我是陆凌川养在京都镇宅的原配妻，结婚40年，我俩在一起的时间不过2000天。我以为他是为了工作，为了维系我们这一大家子的富贵生活，才一直留在海市。直到那天，小女儿在家人群里发了一张照片，又立马撤回，我才知道，与我相敬如宾40年的男人，在海市有另一个家。而这件事，我的3个儿女都知道，只有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。又是一年中秋团圆节，陆凌川还是没回京都老宅。往年都会陪在我身边的长子和小女儿，昨晚就跟我打了招呼，说要去海市陪他们的父亲过节。今年的老宅还是很热闹，但我的那些至亲一个都不在。活了60年，本该儿孙环绕共享天伦，可我却好像越活越孤家寡人。60岁的我，除了有花不完的钱，一无是处。中秋宴会结束，打发走那些表面阿谀奉承，暗地里却嘲讽同情的旁支宾客后，我去了祠堂。这个家，也只有这个地方才最让我心安，让我觉得没那么孤单。上一炷香，我将案台上的18个牌位一一擦拭一遍，曲着双腿靠在了桌案的一侧。一眨眼，几十年了呀，你们在那边还好吗？嗨，瞧我又在说胡话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们应该早就投胎转世了吧？我自言自语着，地上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，我下意识地拿起一看，是我们的家人群，小女儿陆思梦发了一张照片。点开微信，视线聚焦时，心口猛地一紧，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击天灵盖，我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照片上的人都很眼熟，全是我的至亲之人。挽着陆凌川的这个女人，看起来也有些眼熟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但印象很模糊。在记忆中搜索一番，我终于想起了她是谁。陆凌川那个38年前就死去的白月光，白梦清。她没死。当我准备放大照片仔细看看时，照片被撤回了。我撕戳了陆思梦，你爸旁边的那个女人是谁？对面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，约莫10分钟后，他才回过来一条消息，她是爸爸的工作伙伴。今年中秋，爸爸在家开了赏月宴，邀请了很多人，随之而来的还有另一张大合照，这上面有很多人。陆凌川跟那个女人虽然挨在一起，却没有刚刚那样亲密，只是两人身上穿着的是同色系的白色唐装和旗袍，甚至连绣花纹路都一模一样。两人站在人群中，十分显眼，乍一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呢。我放大仔细看了这张照片，发现他脖颈上戴着的帝王绿翡翠吊坠，跟陆凌川送我的51岁生日礼物一模一样。可这个吊坠是陆凌川当年在拍卖会上花了6000万拍下的，据说世间仅此一件，心中浮起一丝不安。我从地上爬起来，直奔我的房间，打开保险柜，拿出盒子。我几乎是颤抖着手打开，一抹绿色映入眼帘，我松了口气，还好它还在，大概是我想多了吧。我摩挲着吊坠，却发现了不对劲，这质感不对，这透度也不对，这绝不是当年他送我的那个吊坠。虽然很不愿意承认，但事实摆在面前，让我不得不多想，或许那个女人脖子上的才是真品。我将保险柜里面的珠宝首饰全部翻了出来，仔细查验一番后，发现至少有1/4都被调包，也就是说，曾经价值20亿的珠宝，现在可能只剩15亿真品。而这个保险柜的密码，只有我跟陆凌川知道。我瘫坐在地，掏出手机想要给陆凌川打电话，可在我摁下拨通键，对面响起那个熟悉声音的瞬间，我挂断了电话。这个时间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呢？质问他，还是大吵一架？我早就过了撒泼的年纪，更何况那些被调换的珠宝都是陆凌川给我买的，我父母给我留下的，和我这些年自己买的珠宝一件没少，全在这里。他拿走的原本就是他自己的东西。陆凌川给我拨了电话过来，我没接，他又给我发了消息，我也没回。陆思梦兄妹几个轮流给我打电话，
我一概当看不见。此刻的我还没想好该怎么面对他们。在我心里，他们跟他的父亲是一丘之貉，他们帮着他隐瞒我真相，这一点我心里暂时是跨不过去的。说来可笑，明明是他们对不起我，可最后需要躲在角落中不见光的，却是我自己。安静下来后，我细细回忆这些年的点点滴滴，突然发现很多事情早就有迹可循。40年前，30岁的陆凌川还只是一个空有抱负的穷小子，而我则是京都贵族圈子里的富家千金。我5个哥哥4个姐姐献身祖国，独留我这么个晚来独生女。父亲疼我跟疼眼珠子似的，恨不得将这世上所有的好东西都捧到我眼前。他希望我能继承家产，可我对经商一窍不通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是个合格的美丽废物。无奈之下，父亲开始给我物色上门女婿，既要好掌控，又要老实会经商，外在条件也要过得去。如果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则最好不过。而当时的陆凌川每一条都符合。父亲在考察了半年后，才将他带到我面前。我对他是一见钟情，而他对我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不卑不亢，谦逊有礼，还会给我制造一些小浪漫，细节最能打动人心。我跟他的婚事水到渠成，婚后第2年，他的白月光白梦清从国外回来，想要跟他旧情复燃，他果断拒绝。他对他说尽了狠话，转头跟我保证此生只爱我一人。没过几天，我们收到了白梦清自焚的消息和他留下的一封信。10年前是我负了你，如今我以命相抵。飞蛾扑火，我是飞蛾，你是火，死在有你的地方，我不遗憾。往事如烟，望君珍重，勿念。短短几10个字，却让陆凌川红了眼，落了泪。他将自己锁在书房1天1夜，再出来时又恢复了曾经的模样，看不出一点伤心的样子，甚至他对我的爱意愈发汹涌了。世人皆知他是宠妻狂魔。婚后第5年，父亲去世，陆凌川开始进军海市的市场。沈家祖业在京都，我没法离开，所以我跟他聚少离多。也是这一年，我怀上了小儿子，失去了小儿子，领养了小儿子，脑中浮现小儿子陆思阳的那张脸，真是可笑。当初我只觉得他是看这孩子跟他长得像，他才会抱回来。如今细细想来，陆思阳或许本就是他跟那个女人的孩子。为了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他的孩子，他可真是费尽了心思。难怪他要将京都的事业重心一点一点转移到海市。原来他早就有了自己的计划，只是他的计划中从来都没有我。于他而言，我不过是一块承托他起飞的踏脚板。我在书房回忆了一整晚，眼泪止了又流，最后视线越来越模糊，头昏脑胀，没了意识。再醒来时，我躺在冰凉的地板上，眼睛肿痛到几乎睁不开，强撑着身子起来。我刚按上门把手，书房门被人一把推开，紧接着我落入了一个木质箱中夹杂着淡淡玫瑰香水味的怀抱。志宇，我给你打了一整晚的电话，你为什么不回我？你可知这一夜我有多着急？我用力推开他，低着头，不愿让他看见我狼狈的模样。陆凌川，你不用在我面前惺惺作态的，一男不吃2家饭。你既然选择了海市的他，为什么还要吊着我不放呢？整整35年，我在京都等了你35年啊！他朝我走近一步，我伸手制止他，吸了吸鼻子，仰头直视他的眼睛。还记得去年除夕你跟我说的什么吗？你说今年会将公司全权交给念之3兄妹，回到京都跟我安享晚年。这些话到底几分真几分假呀？骗我就这么有意思吗？我以为我能控制情绪的，毕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挺稳重。但这一刻，30多年的委屈怨恨齐齐爆发，我真的控制不住了。什么礼仪教养，什么端庄稳重，这一刻全都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知道自己很狼狈，但我什么都顾不上。陆凌川站在我对面，有些手足无措，想拉我，被我避开。他进一步，
我退一步，最终我被逼退到了保险柜前。之宇，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，但你要相信我，在我心里，你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。当年我跟孟青的妹妹孟阳意外发生了关系，她不求名分，还给我生下了思阳。知道你没了孩子，她甚至甘愿将孩子送给你，以安慰你的丧子之痛。她从未想过跟你争什么。这些年，你不愿意跟我去海市，我也是个正常男人，有正常的生理需求，身边总要有个女人照顾着，不是？再说了，咱爸当年不是都有3个妻子、5个姨太太吗？我就你们2个，你在北，他在南，互不干扰啊。我们瞒着你，也是怕你钻牛角尖，怕你心有郁结。毕竟家和万事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。我以为他会狡辩，没想到他竟然会对我和盘托出。所以照他的意思，他们瞒着我，让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，还是为我好了。我以为我会生气，会愤怒，可怎么都没想到。这一刻，我的心情竟然意外地平静了下来。有一点他说的确实没错，我不愿意离开京都，他身边需要女人。说到底，我们俩都有错。陆凌川，我们离婚吧。他一脸震惊，眼中全是不可置信，隐约间还有一丝懊恼。之宇，我都跟你坦白，也跟你好好解释了呀，你为什么非要闹脾气呢？咱们结婚40年，生了3个孩子，孙子孙女也都那么大了，现在离婚，你不觉得自己有些无理取闹吗？都老夫老妻了，前35年咱们不也相安无事？为什么你就不能为咱们这个家考虑一下呢？而且以咱家如今的身份地位，现在闹离婚，外人会怎么看我们？公司的股份也会被影响。这样的话，我这几十年的努力算什么？你这几十年的等待又算什么？他噼里啪啦说了一堆，可每一句话都没有站在我的立场为我考虑过。我突然觉得很心累。或许早在35年前，他进军海市，跟我聚少离多时，我就该结束这段婚姻。什么车马很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人，不过是虚构的爱情谎言。男人在哪，家就在哪，爱就在哪。至于家里的人是谁，爱的人是谁，对他们而言无所谓的。可是凭什么女人就得数10年如一日的等待，等来等去，最后却等来了背叛？陆凌川，我从未想过你竟是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是一夫一妻制，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凌驾于法律之上？你又凭什么认为我会甘愿与人共侍一夫？我沈之宇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他愣愣地看着，眉头紧皱，面上闪过一丝愠色。我心下了然，他到底是身居高位多年，被人捧太久了，容不得一点反驳。陆凌川，咱们如今都是体面人，好聚好散，挺好的。他挺直的身躯突然佝偻了几分，浑浊的眼神软了几分，语气也轻软了些许。之宇，孟阳很安分很乖的，他跟别的女人不一样，他绝对不会给你造成困扰。就当是为了我，为了咱们这个家，你试着接受他，好吗？看着他诚恳的眼神，我突然就笑出了声。凭什么要我一退再退呀？我独守空房35年，他在另一个城市跟另一个女人恩恩爱爱，夫唱妇随，我们的婚姻大概早就名存实亡了。他不想跟我离婚，不就是怕人家戳他几两股，怕他辛辛苦苦经营了一辈子的公司受到影响吗？可这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犯错的是他，出轨的是他，不要脸的也是他，凭什么还要我委曲求全呢？陆凌川，我眼里容不得脏东西，滚吧！我沈家不欢迎你。几十年来，我第一次对他放了狠话。他一脸的不解，似乎想不通曾经那个温柔端庄的沈之宇，怎么就变得这样不通情达理了。之宇，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。你们这种高门大户，男人在外有女人不是很正常吗？而且我们都这把年纪了，不应该更加看得开吗？对牛弹琴，跟他说再多，想来他也意识不到这是不对的。我叹了口气，拨通了管家的电话，来2楼书房一趟，把家里的垃圾清理一下。陆凌川看我的眼神满是震惊，
他动了动嘴唇，语气中全是失望。之语，你竟然说我是垃圾！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他倒是有些自知之明，眼角的余光看见了忘记上锁的保险柜。想到那些假珠宝，我直接拉开了柜门。垃圾送垃圾，陆凌川，不愧是你！我将那些假珠宝捧出来放在桌上，他一脸茫然，随即脸上浮现羞恼。这都是我这些年送你的珠宝，你拿出来做什么？你要将这些也还给我。沈之宇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陆凌川是对不起你，但我对你的爱也是真的。这些东西送给你断没有收回来的道理。我心里一咯噔，他什么意思？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假的，还是说他到现在还在演戏？我打开了那个翡翠吊坠的盒子，将吊坠拿了出来。陆凌川，你还记得这个吊坠吗？他扫了一眼，不假思索地开口：“这不是我送你的51岁生日礼物吗？”我点点头，然后打开手机，将陆思梦发我的照片点开，摆在他面前。当初你说这吊坠世间仅此一枚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为什么他脖子上也有一个？他盯着照片看了几秒，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。你是在为这枚吊坠吃醋？之宇，你这枚吊坠是真品，孟阳之前见你戴过，他吵着要，我就给他买了个高仿。他的样子不似作假，但他在我面前演了35年的戏，海市那边的风声也被他摁得死死的，足以见得他城府极深。现在他说的任何话，露出的任何表情，都有可能是在做戏。我直接将吊坠塞到了他手中，你自己看看，我这个是不是真品？他摩挲了几下，仔细看了几分钟，脸色渐渐难看起来。我顺势将其他珠宝往他跟前凑了凑，示意他都看一遍。他每一件都仔细看过了，最后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我试探性的开口：“保险柜的密码，你有告诉别人吗？”他死死攥着手中的仿品翡翠梅花簪，这是他送我的第一件珠宝。突然，他直勾勾地看向我，嘴角还带着嘲讽的笑意。我知道了，沈之宇，你闹这一出根本就不是为了离婚，对吧？没想到你为了离间我跟孟阳的关系，竟然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年纪大了，学会演戏了是吗？这保险柜的密码就我们两人知道，这些假珠宝都是你自己调换的吧？一道惊雷劈在了我的头顶，将我雷了个外焦里嫩。我演戏，我自导自演，这会儿我真是气笑了。知道他厚颜无耻，没想到他倒打一耙的功夫也是这样的炉火纯青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凉凉地回对他：“陆凌川，你到底是哪来的自信，觉得我会为了留住你这种垃圾，丢掉属于我的骄傲？”他浑浊的眼神十分阴沉，看起来有着发怒的前兆。沈之宇，都这把年纪了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不适合你。我定定地看他几秒钟，突然发现他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男人。这35年，我一直带着前5年的滤镜看待他。如今的陆凌川，自私、虚伪、凉薄，浑身上下都充斥着浓浓的大男子主义。用现代网络上的流行语来说，就是普信。管家，把这碍眼的东西丢出去。早就上楼。在门口恭敬等候的管家立马领着保镖上前，将挺直腰杆的陆凌川摁弯了腰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信不信我把你们都开了？70岁的老头到底是比不过身强体壮的年轻保镖，被挟制着一点都动不了。他气得满脸狰狞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：“沈之宇，你疯了！我是你丈夫，我是这个家的男主人。”我冷嗤一声，捧着那堆假珠宝靠近他，然后将那些破烂玩意一件一件套在了他身上，套不上的就塞进了他口袋里。你搞清楚，这是沈宅，我认你，你才是这个家的男主人。我不认你，你屁都不是。还有，我跟你提离婚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这些年，他大概是真的被捧得太高，有些得意忘形，忘了他有如今的成就。99%都是借着我沈家的东风和资源，他能在商场上呼风唤雨，畅通无阻，万事顺心。
不过是因为他是我沈之宇的男人。我是老了，不是死了。这些年我不管事，不掺和他的事业，不代表我没有话语权，更不代表我沈家在圈子里没落。他还想说什么，保镖懂眼色地脱下了自己的臭袜子，塞进了他嘴里，拖着他就往楼下走去。我也跟了下去。刚到大门口，迎面走来一众气势汹汹的人群。爸，混账东西，谁让你们这样对我爸的？你们这是欺主！陆思梦扑了上来，想要将保镖扯开。到底是我的女儿，保镖们多少给点面子，没敢对她不敬，下意识地朝我看过来。陆思梦也注意到了我，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，说出口的语气却带着不满与质问：“妈，你在闹什么？这可是我爸，你怎么能让保镖这样欺辱他？”我扫了一眼对面的人群，很好，我的儿子儿媳和女儿女婿还有孙子孙女们都到齐了。被他们簇拥在中间的是4张熟悉的生面孔。白梦阳，他也来了，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跟小儿子陆思阳长得7、8分相似的男人，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和一个小男孩。到这里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这是拖家带口找上门来了。对面的这群人看我的眼神是如出一辙的不赞同。明明我们才是这世上最亲的人，可此刻我竟觉得我们是对立的关系。人都到齐了，摁着陆凌川也没什么意思。我示意保镖将他放开，陆思梦赶紧扶住他。人群中心的白梦阳没去搀扶他，反而是突然领着那几个生面孔直挺挺地跪在了我面前。沈姐姐，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，求你别将怨气撒在川哥身上，他已经过得够苦了。眼前的女人虽然已经65岁，却保养得很好，看起来说是40岁都不为过。一身白色旗袍包裹着她玲珑有致的身躯，露在外面的肌肤白如雪，几乎看不出什么老年人的松弛感。尤其是那张脸，不知是医美的作用，还是妆容的缘故，又或是天生如此，看起来没有一丝皱纹。她满头青丝挽在脑后，簪了一根翠绿的翡翠梅花簪，耳上的翡翠耳环，脖颈上的翡翠吊坠，手腕的翡翠镯子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一套正是这些年陆凌川送我的那些珠宝正品。这副做派，我一眼就看出了他来者不善，这是上门挑衅来的呀。管家让人给我搬了张椅子，我就这么大剌剌地坐在了门口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。哦，你倒是说说，你怎么对不起我？陆凌川又是怎么个苦法了？搁我这桩白莲花，真当我瞎呢？白梦阳一噎，小脸委屈极了，眼中含着泪水，仿佛随时都要落下来。这副故作坚强又委屈的模样，如果我不是其中的当事人，怕是都要同情他了。他视线飘向了陆凌川，最后定在了我身上。沈姐姐，我不该回国，不该爱上川哥，更不该控制不住自己的爱意跟他在一起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情不自禁，爱意难治。这些年，川哥跟我在一起，心里总是念着对不起你。可我们也没办法，我们也是真心相爱的呀。川哥不想负你，也不想负我，所以才选择了隐瞒你真相。他心里煎熬了30多年，真的很苦的。最后一句话时，他的视线落在了陆凌川身上，眼中含着的泪水也蜿蜒而下，晶莹的泪珠终于顺着下巴滴落在地，好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哪怕是哭，也是极美的。陆凌川眼底闪过心疼与不忍，开始在保镖手底下挣扎。我示意保镖松手，他挣脱后扑到了白梦阳身旁，将他扶了起来，拥入了怀中。梦阳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些年到底是辛苦你了。两人含情脉脉的样子令人作呕。我冷笑一声，有意思，你们都没错，合着还是我的错了。闻言，白梦阳身子一颤，挣扎着又要朝我跪下。陆凌川拉着不让，脸上的心疼之色更甚。他直视我，眼中全是不满与失望。沈之宇，这些年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但梦阳已经给你下跪道歉了，你也让保镖折辱过我了，你到底还要怎样？闹脾气也要有个度，
家和万事兴，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不好吗？咱们都这把年纪了，你沈家也没个兄弟姐妹，如今我给你找了这样好的姐妹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好一副厚颜无耻的说辞！我沈之宇的亲哥哥亲姐姐们还在祠堂供吃着呢，我怎么就没有兄弟姐妹了？就她，也配做我的姐妹？陆凌川，我沈家满门忠烈，何时需要他一个知三当三、破坏人家家庭的人来与我作伴？白梦阳的脸都白了，身子晃了晃，娇弱地靠在了陆凌川怀中。他的儿子儿媳也从地上站了起来，我家那几个也站到了前面，将那两人护在了中间。与陆思阳七八分像的男人上前一步：“沈姨，我母亲并不想破坏您的家庭。这些年您不愿意陪在父亲身边，是我母亲任劳任怨地陪着父亲，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。我母亲不要名分，也从未想过与你争抢什么，她只是单纯地爱着父亲而已。您又何必这般折辱她呢？”他好声好气的，语气中倒也带了一丝恭敬，乍一看根本挑不出什么错处。陆思梦也站了出来，开始为他们辩解：“妈，白姨和三哥今天过来，就是想跟您道歉，跟您忏悔的。咱们都是一家人呐，事已至此，您又何必斤斤计较呢？白姨真的很好的，您先跟她相处一段时间，我相信您一定能接受她。”陆思阳也领着儿媳和小孙子跪在了我面前：“妈，说到底，白姨也是生我养我的人，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试着接受她，好吗？”长子沈念之没说话，带着长媳一家人站在原地，动也没动。倒是刚满18岁的长孙女沈薇挣脱儿媳的手，冲出来挡在了我面前：“二叔、小姑姑，你们真的好奇怪。明明做错事的是爷爷和白奶奶，你们为什么都要逼着奶奶接受呢？现在是21世纪，是新时代，是一夫一妻制，婚姻应该是忠诚的、圣洁的。现在你们闹这出，是过小脑了，还是良心被狗吃了？小姑姑，二叔暂且不论，但你可是奶奶亲生的，你怎么也站在那一边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也是白奶奶生的呢。真的是生块叉烧都好过生你。”陆思阳脸色尴尬，陆思梦涨红了脸，恶狠狠地看沈薇：“你个死孩子懂什么？大人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？大哥大嫂，你们平日里都是怎么教孩子的？一点礼貌都没有。”长子沈念之和长媳顾小云这会儿也不缩在后面了，牵着小孙子走了出来，也站在了我这边。沈念之凉凉地看他一眼：“我觉得微微说的没错，我已经忍你们很久了。”我诧异地看他们一眼，长子和长媳这对青梅竹马一向淡薄，上学时专心学习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是出了名的书呆子学霸。参加工作后又只知道在研究院做研究，跟我也是聚少离多，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回老宅。孙女护着我这点我能理解，毕竟也算是我亲手带大的。没想到他们俩也挺能明辨是非。爸，原本就是你对不起我妈，昨天你非要让我们一家去海市，我还以为你将我妈劝动也去了海市，没想到却让我们一家看了场好戏。若不是微微用陆思梦的手机发了那张照片，你们怕是不知道还要隐瞒多少年吧？原来如此，我说他们隐瞒了这么多年，昨晚怎么就突然手误了？原来是微微这孩子。我朝沈薇招手，她立马凑了过来，站在了我身边，小声地跟我摇耳朵：“奶奶，我昨晚本来想给您打电话的，但是小姑一直盯着我，还将我手机没收了，没办法，我才偷偷用她的手机发了照片。”我拍了拍她的手，不愧是我亲手带大的孩子。念及此，我看了陆思梦一眼，真是可悲，明明都是我带大的，竟然跟我不是一条心。也不知道白梦阳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。想到白梦阳的名字，我心口一紧。原来如此，陆凌川，你可真是爱惨了那个女人，给孩子们取的名字都暗藏玄机。见我看过去，陆思梦低下了头，不敢看我，闭嘴没再说话。陆凌川被亲儿子一番指责，老脸瞬间阴沉，暴怒：“混账！沈念之，我是你爸，
我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来智慧。沈巍凉凉地开口：“那奶奶还是小姑的亲妈，也是二叔名义上的妈呢，怎么他们就能指责奶奶？真搞笑哦！儿子对妈妈态度不好，所有人都没觉得有问题；儿子对爸爸态度不好，就是没资格。这是哪来的道理？”陆凌川更气了，伸着手指，只能一个劲地说着放肆。我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心中下了决定，从座椅上起身，站在了长子一家的前面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咱们就把话说开吧。这婚是一定要离的，你们也都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也不存在什么跟爹跟妈的问题，咱们就好聚好散吧。接下来的事，我会委托给律师、管家、送客，没给对面那些人说话的时间。管家很有眼力见地将这些人都赶了出去，到底都是体面人，也没有闹得多难看。只是被赶到门口时，陆凌川还放下了狠话，说我今天这一切都是在演戏，都是为了让我跟白梦阳分开，他不会如我的意，他等着我去求他。笑死，真是普信过了头。我让管家直接用院子里浇花的水管往外冲，洗门口的脏东西，他们才狼狈地离开。听说陆凌川没有回海市，而是带着这一大家子人去了他在京都的一套别墅。我找来了律师，拟定了离婚协议。沈夫人，陆总属于婚姻过错方，长达35年的出轨已成事实，证据链充分，咱们可以申请让他净身出户。您这边怎么看？我随手翻看了几下协议，点点头，那就净身出户吧。当初他进我沈家时，一穷二白，一无所有，现在他出我沈家，自然也得干干净净的走。林律师，接下来的事就辛苦你们了，不用顾忌太多，怎么狠怎么来吧。我与他早就没了情分，律师走了，这个家只剩我跟长子一家人。一向冷漠凉薄的沈念之竟然开口安慰我，不善言辞的长媳也跟他一唱一和，企图宽慰我的心情。看着他俩笨拙的模样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好了，我没事的，我跟陆凌川其实早就没了情分，这30几年我们聚少离多，我对他的感情不过是前5年的滤镜而已。如今滤镜碎了，我清醒了，他做的事再混账再糊涂都不会伤我的心。我让律师狠一点，不是因爱生恨，而是因为我沈家祖训，被欺负了，一定要打回去。沈家人吃苦不吃亏，长子和长媳担忧的脸色终于好了些许。过完中秋，他们就得立马回研究院，偌大的老宅便只剩沈巍和他15岁的弟弟沈仲了。沈仲性子跟他爸妈一样，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霸书呆子。沈巍在京都上大学，离老宅倒也不远，每天都会回来陪我说说话。看着这灵动聪慧的孙女，我有了新的打算。陆思阳是白梦阳的儿子，哪怕是我养大的，终究跟我不亲。那天他的态度也说明了一切。陆思梦从小就跟陆凌川亲，看他维护白梦阳的样子，想来两人关系也不错。在他心里，怕是我这个亲妈的分量都没有那两人重。一思量，我便打定了主意。陆凌川那边还等着我去求他回来，等来等去，却等来了一纸律师函。不想掰扯，我直接让律师起诉离婚了。证据链相当充分，陆凌川辩无可辩，这个婚是离定了。至于净身出户，这点法律上暂时没有强制要求，但我们离婚这件事闹得很大。陆凌川是个要面子的人，他自己理亏，自然要多补偿我，才能堵住悠悠众口。所以最后他只留下了海市的公司，他名下的所有财产全部转到了我的名下。办离婚证那天，人到得很齐全，签字时，他看我的眼神突然多了几分眷念。之宇，我们当真要走到这一步吗？我名下的财产都已经转给你，今天这个字不签的话，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回旋之地。我以后也会尽量抽出时间回来陪你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在自欺欺人，觉得我对他还有感情，当真是笑话。我大手一挥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头也没抬地回应他：别，我嫌恶心。
他呼吸都重了几分，最终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办完离婚手续，我们在民政局门口做了最后的告别。陆思梦看我的眼神很复杂，但她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，跟着陆凌川他们离开了。至于陆思阳，原本就不是我的孩子，这些年他一直跟在陆凌川身边，跟我本来就不亲。如今我们闹掰，陆凌川的财产缩水，他自然不会再给我好脸色。分道扬镳，长子长媳和沈仲也就在家待了半天，就回到了研究院和学校。我领着沈巍去了祠堂，让他上了3炷香。爹爹、母亲、哥哥姐姐们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孙女沈薇，也是咱沈家未来的继承人。沈薇懵了，诧异地看向我，想要站起来，我将她摁在原地。给你太爷爷他们磕3个响头吧，也算是提前认个脸。继承仪式等你毕业后再举办。他听话的磕头。这个家也只有沈巍这一个正常人，到底是遗传到了陆凌川的经商头脑，在他们这一辈中，他是佼佼者。只可惜陆凌川从来都看不到他的好，他觉得只有儿子孙子才能继承家业。跟陆凌川离婚，海市的市场还是他的。这些年京都留下的那些产业，一直都是请的职业经理人，现在都交到沈巍手中，让他先熟悉一下了。虽然他还只是个大2的学生，陆凌川得知我将偌大家业交到他手上时，还给我发来了讯息嘲笑一番，被我4两拨千斤兑了回去。正巧11月海市有一个大项目招标，我全权交给了沈巍。这个项目也是陆凌川看中的，他以为这次也是他的囊中之物，却不成想出了沈巍这个黑马。这2个月，沈巍在商场上展现的魄力与敏锐度，确实让我很是惊喜。海市的项目被他拿下了，招标会时我也在场。陆凌川那诧异不可置信的脸色，简直大快人心。经此一事，不管是京都还是海市，都敏锐地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。陆氏要变天了，也不知道沈巍这丫头是不是想要为我出气。大学这几年，她总是刻意地找陆氏的麻烦，甚至是针对陆凌川。只有公司名下资产其实很少，拼财力，他根本拼不过沈巍。他以为没了我沈家的支撑，没了那些资产，只要公司还在，他就不会倒，还会顺风顺水。但他想得太美好了，没了沈家，他在商场上什么都不是。短短4年，陆氏便岌岌可危，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只可惜晚了。沈巍毕业这年，陆氏迎来了沈巍的最后一击，濒临破产。陆凌川终于求到了老宅门前，70多岁的人穿着单薄，跪在寒风中，背着金条，瑟瑟发抖。沈巍捧着平板凑到我面前，语气中全是幸灾乐祸。奶奶，陆凌川竟然玩负荆请罪这一套呢，也不知道他这老身板能不能受得住，别没多会就死在咱家门口了。要不我还是让管家把他轰走吧，不然真死了多晦气呀。我看着门口的他，心情有些复杂，想了想，我决定出去看看。微微，陪奶奶出去一趟吧。沈巍诧异，奶奶，你不会心软了吧？我笑着摇头，傻孩子，你在想啥呀？咱沈家祖训，不吃回头草。我们祖孙2个穿的厚实，站在了门口。陆凌川抬头朝我看过来，今天这身白色狐裘，还是当年我们第1次见面时我穿的那一件。他看我的眼神呆愣住了，眼中有惊艳，有怀念，但更多的是懊悔，是惭愧。之语，你终于愿意见我一面了，40多年了，你风采依旧，是我不懂得珍惜，终究是我负了你。我拢了拢狐裘，淡淡开口，往事不可追，你今日过来，所谓何事？他眼中的光一点点暗淡下去。之语，我今日来，原本是想求你放我一马，但看见你的这一刻，我什么都不求了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是我该得的。我赞同的点头，对，确实是你该得的。所以呢，话说完了吗？说完了我就回去了。他痴痴地看着我，眼中浮上了泪花。之语，我可以再抱抱你吗？
我后退一步，拒绝，不可以。他失落地垂下眼帘。不远处，一群人赶了过来，正是陆思阳几兄妹，还有白梦阳。大家看见他这副样子，都很是心疼。陆思梦以为是我逼他这样做的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，语气中盛满了愤怒。妈，你非要逼死爸爸才甘心吗？说好的好聚好散呢？为什么你要弄垮爸爸的公司？你是不是就是见不得我们好，物是人非？这个亲生的女儿，果真是不如生块叉烧。陆氏怎么起来的？你爸最清楚，落到今天这个局面，也是他咎由自取。微微，回家，关门。我转身进门，他们想要搀扶陆凌川起来，但他的膝盖就像扎了根，任凭他们怎么拽，他都不肯起来。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，大门缓缓关上，陆凌川伸出一只手，跪着朝我爬过来，最终也只是被大门挡在了外面。沈巍扶着我往屋子里走去，身后突然响起了凄厉的哭嚎：“陆凌川没了！”我身形一晃，沈巍担忧地看着我：“奶奶。”我扶着他的手稳住身子，一言不发，朝屋子里走去，只是眼角有些凉意，一滴泪顺着左眼角滑落，散在了风雪之中。陆凌川死了，陆氏破产，陆家人背上了巨额债款。白梦阳早就跟陆凌川领了结婚证，如今他负债累累。陆思梦卷走了家里仅剩的钱财，逃出了国外。白梦阳的一对双生子为了还债，逼迫他将陆凌川送他的那些珠宝变卖。那5个亿的珠宝是他偷偷调换的。当年我去参加了一个老朋友的葬礼，那几天陆凌川将他带回了沈宅，他灌醉了陆凌川，套出了密码，用一堆高仿都算不上的珠宝调换了真珠宝。这一点陆凌川自己也不知道，他一直以为他带的那些都是他送的高仿，他以为枕边人不争不抢，实际上他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争。可如今他暗戳戳地争了一辈子，最终什么都没捞到，落得个晚景凄凉，一无所有的下场。得知他冻死街头的那天是除夕，我跟长子一家在老宅其乐融融，看漫天烟火，而他就死在老宅的100米之处。